习惯性的躺在床上刷手机，大数据给我推了一个这就是街舞4的老切片。这节目过去挺久了，我平时也不是那种天天追着综艺看的人，但视频里的那个画面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让我忍不住在被窝里翻了个身，把进度条拉回去，反复看了好几遍。画面是在那个压抑又紧张的小黑屋里。大家都知道，那种环节空气里都是火药味，选手们为了晋级名额，个个都绷着弦，恨不得把浑身解数都掏出来，多抢1秒镜头是1秒。但就在这么个剑拔弩张的地方，一位日本街舞圈的大神级人物，没有去搞什么夸张的出场，也没有去放狠话博眼球，而是悄悄走到20出头的王一博面前，递给他一封信，不是那种随便打印的 A4 纸，而是一封用中文一笔一画手写的信。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屏幕前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咱就是说，现在这年头，连发个微信都懒得打字，直接甩语音的时代，一个外国舞者为了一个中国年轻选手去学中文，去手写一封信，这得是多大的一份心意和尊重啊！这封信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词藻，文字甚至可能带着点外国人说中文的那种声色，但分量却重得吓人。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加油或者你很棒的这种客套话，而是一个在街舞圈摸爬滚打多年的老炮儿对一个年轻后辈发自内心的毫无保留的认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舞台上的输赢好像没那么重要了。这哪是比赛啊，这分明是2代舞者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舞蹈这份热爱的一次交心。其实回过头来想想，这位日本大神，包括第3季就开始关注王一博的那些国外老师们，他们图什么呢？王一博刚上节目那会儿，身上贴满了标签，流量偶像、顶流、小鲜肉，在很多人固有的偏见里，这些标签和街舞这种讲究地下、讲究 real 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很多人一开始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他的，觉得他就是来走个过场，或者靠粉丝控评来拿个好名次。但这些在街舞圈里真正靠实力说话的大神们，他们不看你微博有多少粉丝，不看你上了多少个热搜，他们只看一样东西，你跳舞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我特别能理解这些大神的眼光，因为我自己在职场和生活中也深有体会。你看那些真正厉害的人，他们看人从来不看外表包装的多好看， PPT 做的多漂亮，他们只看你在遇到难题时是敷衍了事，还是死磕到底。王一博打动他们的就是那股子轴劲儿。20出头，正是最容易浮躁的年纪，也是最容易享受鲜花和掌声的年纪。但他没有。在练习室里，他可以把一个动作抠上几百遍，练到衣服湿透，练到肌肉形成记忆。他面对舞蹈的那种敬畏心是装不出来的。日本大神在信里传达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在说，我看到了你的努力，我看到了你对舞蹈的纯粹，我尊重你的实力。这种认可真的太珍贵了。它不是居高临下的夸奖，而是平视的专业对专业的 respect 尊重。这也让我忍不住开始琢磨，现在这个大环境，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说实话，有时候挺让人焦虑的。打开手机，到处都是一夜爆红的神话，到处都是教你怎么快速变现，怎么打造人设的教程。流量好像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只要你有流量，哪怕你是个半吊子，也能被捧上天；只要你没流量，哪怕你业务能力再强，也可能在角落里吃灰。前2年那些网红翻车的事件还少吗？多少人靠着精美的包装、夸张的剧本、买来的热搜，把自己塑造成某个领域的大神。可一旦真到了需要见真章的时候，一上舞台，一做实操，瞬间原形毕露，连底裤都赔掉了。为什么？因为靠流量堆出来的泡沫一戳就破，没有长年累月的汗水打底，没有实打实的作品兜底，那些光鲜亮丽都是空中楼阁。相比之下，像王一博这样，像那位写中文信的日本大神这样，愿意把时间花在笨功夫上的人，反而成了稀缺品。他们不声不响，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如那些会炒作的人耀眼，但他们就像是在扎根，根扎得越深，未来能长成的树就越粗壮。我年纪慢慢上来了，越来越觉得内行看门道这句话简直是真理。20多岁的时候，我也喜欢看热闹，喜欢那些一出场就自带 BGM flashy 的东西，但现在30而立，看事情的眼光变了。我开始更关注那些有厚度的人和事。厚度就是当音乐响起，你站在舞台中央，你不需要说一句话，你的每一个肌肉控制，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卡点，就能把观众死死定在座位上。厚度就是在没有人拿枪指着你的时候，在镜头没有对准你的时候，在那些枯燥的、重复的、无人问津的日子里，你依然能守住初心，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真正的实力从来不需要靠大嗓门去证明，它是在每一次起跳、每一次落地、每一个细节里自然流露出来的。
时间是最好的滤镜，它会自动滤掉那些虚假的泡沫，留下真正有分量的东西。其实，这种道理放在咱们普通人的生活中也是一样的。我有个前同事，刚来的时候特别不起眼，不爱说话，也不怎么在领导面前表现。当时部门里有个特别会来事儿的年轻人，天天围着领导转， PPT 做得花团锦簇，风头无两。但我那个前同事每天就是默默干活，遇到不懂的就自己查资料，啃书本，把每一个代码、每一个项目细节都抠得清清楚楚。后来公司接了个极其棘手的大项目，那个会来事儿的年轻人搞砸了，关键时刻是我那个前同事站了出来。他熬了几个通宵，拿出了无懈可击的解决方案，直接力挽狂澜。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觉得他不起眼了。你看，这就是实力的力量。他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给你戴上王冠，但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是你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现在的观众，包括我们自己，其实都在变得越来越清醒，大家看透了那些套路，厌倦了那些虚假的繁荣。我们越来越愿意为真实的才华买单，为那些真正用心做事的人鼓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那些只靠制造话题维持热度的套路越来越行不通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谁是在裸泳，谁是真的有本事，看几眼就明白了。回到那封中文手写信，我觉得那封信不仅是那位日本大神写给王一博的，更是写给所有在这个浮躁时代里依然愿意沉下心来默默打磨自己的人的。他在告诉我们，你的努力也许暂时没有被所有人看到，但那些真正懂行的人，真正有阅历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不要害怕自己的坚持显得笨拙，不要羡慕别人一时的风光，未来的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甚至越来越残酷。但好消息是，它也会越来越公平。因为潮水退去的时候，谁在认真游泳，谁在假装扑腾，一目了然。这个时代从来不缺聪明人，也不缺机会。真正稀缺的是那种愿意下笨功夫，愿意把一件事做到底的傻子。而这种傻，恰恰是一个人最难得也最珍贵的底牌。希望我们都能像那个在练习室里死磕动作的年轻人一样，像那个用心写下中文信的大神一样，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把心沉下来，把手头的事做好，别急，慢慢来。你流过的每一滴汗，熬过的每一个夜，最终都会变成光，照亮你前行的路。